当影视投资在收缩，为什么平台敢码定诚意就开机？19871，记住这个数。再给你一个6632， 518分号，微指单日涨幅。还有一个更夸张的，24小时之内，一部什么都还没拍出来，连定妆照都没正式放全的剧，它的超话直接空降微博电视剧榜 TOP 1。你说这事儿正常吗？反正我第一次看到这组数据的时候是在地铁上刷到的，差点坐过站。我跟你讲，今天这期咱们不聊八卦，聊行业。我发现个事儿，诚意这不受谎的官宣方式，它不只是火了这么简单，它其实戳中了整个华语影视营销里一个特别值钱的命题。越想越觉得有意思。事情是这样的，你先别急着下结论，我带你一层一层剥。第一层，你看到的是什么？你看到的就是一张概念海报，加上一条诚意领衔的官宣，然后全网炸了。注意啊，这个项目当时是3无状态。无 IP 就是没有原著小说，没有现成的粉丝盘子打底，无成片物料，没有剧照，没有预告，没有花絮，无前期宣发，没有铺垫，没有预热，就这么啪的一下放出来。说白了，这相当于什么？相当于一个考生啥复习资料都没带，裸考进考场，结果交卷出来全校第一。你细品这个画面。一般的项目得靠什么撑热度？得靠厚厚一摞物料， trailer、teaser、海报、EPK， 一波接一波的投喂，慢慢把热度养起来。而受谎这边，一张图，就一张图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这是海报本身设计的有多神吗？不是。这就要说到第二层了，媒体标题里一带而过，但其实最关键的东西。我得先说清楚啊，网上确实有一种声音，说是不是粉丝控评、数据注水搞出来的虚假繁荣。这种质疑我理解，毕竟现在数据造假的事儿大家见多了。但是你别急，听我把证据摆出来。报道里提到一个细节，诚意是内娱里少有的能单人过会3大平台的演员。什么叫过会？简单讲，一个项目能不能立项，平台敢不敢投钱，是要走内部评审流程的。而到了受谎这儿，说法是直接免过会立项。翻译成人话就是，平台不需要再开会论证这个项目行不行了，只要码定诚意这3个字一摆上去，项目就能开机。还有一个数据，这个粉丝是真刷不出来的。官宣之后，他过往主演的莲花楼、天地剑心一连7部老作品，跟着一起冲上了超话前7名，形成所谓7剧霸榜。你想想看，控评能控出当下这部，能把7部几年前的老剧同时顶上去吗？控不了。这说明什么？这说明热度是从存量口碑里自然反哺出来的，不是凭空灌的水。所以第二层的真相是，图榜的不是海报，是海报上那个名字背后已经被市场反复验证过的确定性。这个词我先放这儿，等会儿要用。好，接着说，进第3层。这一层是我自己最近才想明白的，视角有限，你们比我懂得多，我抛砖引玉啊。第3层是，为什么一个演员的号召力在这2年显得格外金贵？这就得把镜头拉远，看大盘了。这2年的华语影视市场整体氛围你也能感觉到，大家普遍偏谨慎，项目要不要上，钱要不要投，决策都更慎重了。具体到什么程度，各家口径不太一样，我不敢拍胸脯给精确数字，这点我得说一句保留。但更谨慎这个体感，我相信关注这行的朋友都不陌生。那在一个决策越来越谨慎的市场里，平台的钱会更倾向往哪儿走？我用个比方你就懂了，这就跟买股票一个道理。行情热的时候，大家爱追概念，追想象力，搏一把高弹性。可一旦大家求稳，资金会怎么走？会往防御型蓝筹那儿挪。什么叫防御型蓝筹？现金流稳健，估值合理，不太会爆雷的那种。它可能不让你一夜暴富，但它让你睡得着觉。而诚意在这个市场里扮演的就是这么一个角色。它的逻辑链条是这样的：有效播剧，
沉淀口碑，再反哺招商，形成一个完整闭环。这套打法火候刚刚好，是慢工出细活那一挂的。对平台来说，压它不是赌博，是买一只长期价值股。在一个大家都求稳的阶段里，稳本身就是最稀缺的资产。等等，我刚才是不是把话说的有点像在炒股节目了？拉回来。我的意思是，这不是粉丝滤镜，这是市场用真金白银投出来的一票。平台坚定压注，品牌争相合作，观众长期信赖，这三重认证叠在一起，本质上是整个行业在为演员及绝对确定性这件稀缺的事买单。哦，对了，还有件事，说到这个项目本身，寿谎是程毅离开老东家之后的首部作品，也是他时隔几年再碰现代剧，第一次挑战港风悬疑这个题材。角色叫林燕婷，一个心理学家，冷静，带点狠厉，又有矛盾感。我看到这个角色设定的时候，说实话愣了几秒，因为这跟他之前那些古装侠客的路子完全是两个方向。这就引出第4层了，这意味着什么？往大了说，这件事其实是在给过去20年华语影视的那套营销公式敲了一记问号。那套老公式是什么？流量明星加大 IP 加后宣发，3件套，缺一不可。大家信这个信了快20年，而寿谎这次3无还能成，它几乎是这套公式的反命题。你别误会啊，我不是说 IP 和宣发就没用了，该有的还得有。我的意思是，市场口味在变了。当一个演员能用过往作品的口碑，把信任沉淀到看见名字就敢追的程度，那他本人就成了那个 IP。这个 level 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，不是包装出来的。而程毅这次主动跳出舒适区，去碰一个全新的题材和角色，懂行的都知道，转型是有风险的，尤其在大家都求稳的时候。但他偏偏选在这个阶段走着不齐，我个人觉得，这恰恰是看到了别人没看到的格局。这是高手开局的走法。行，长话短说，回到最开始那个问题，一个什么物料都没有的项目，凭什么24小时图榜？我现在的答案是，凭的根本不是那张海报，海报只是个开关。真正按下这个开关的，是一个演员用很多年、很多部作品，一点一点攒出来的那2个字，确定性。在一个越来越不确定的市场里，这2个字比什么都金贵。懂它的人其实早就看到这一天了，而现在是市场和数据替他们把这句话说了出来。这期就到这儿，下回有机会咱们专门聊聊寿谎正片的物料质感，看看这只价值股能不能交出和热度匹配的答卷。